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。最近这个天气啊，简直是变得越来越冷了。身处秦岭淮河以南的 UP 主穿上秋裤都觉得冷，所以还请观看视频的各位注意保暖。毕竟我的粉丝本来就不多，再给你们冻坏了就没人给我3连了。然后我们今天的主角呢，就是这台 KV2。最近一直有一个人私信我说他想坐在 KV2 上看比赛。正好之前也有粉丝要求我做过 KV2 的视频，但因为当时的技术不成熟的原因，我并没有做出来。因为这个游戏的 AI 在远距离上使用穿甲弹的时候，命中率十分的感人，而让它切换高爆弹呢，它又会判定高爆弹对敌方的装甲目标没有什么伤害，所以就压根不开火了。不过现在的我已经是一名十分成熟的编辑器玩家了，这点小问题当然难不到我。在测试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还是要讲解一下关于 KV2 的小故事。因为在冬季战争中，苏联人久久无法攻克分军的防线，所以他们才整出了这么一个怪物。KV2 是由 KV1 重型坦克的底盘改装而来的，他们直接将一门152毫米的榴弹炮安装在了上面。由于 KV 本身就是一款重型坦克的原因，所以在安装上这么一门巨炮之后，它的底盘依旧感受不到什么压力。于是乎，最后它的炮塔护甲厚度被加厚到了75毫米。这样的防护对于巴巴罗萨行动时候的德军来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。而英国人用瓦伦丁坦克的底盘整出的类似产品，其炮塔的厚度据说只有12毫米。这么一对比，大家就应该知道 KV2 的这个可靠的同志的称号是从何而来的了。本期的对手呢，都是一群使用短管火炮的3号和4号。为了增强他们的火力呢，我还给他们额外安排了一门88炮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对决吧。OK， 那么我们本次的战斗进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在这台 KV2 的面前，所有德军的坦克都被打成了废铁。
即使是躲在最后方的88炮也没能幸免于难。当然，同样没能幸免于难的还有我们的观众席。此时的你们可能会好奇，我们的医疗队伍去哪儿了？答案就是医疗队伍搁这儿呢。其实，短管75炮版本的4号可以发射一种破甲弹，这种破甲弹还是有希望能击穿 KV-2 的炮塔的。但战争初期时的某奥地利美术生认为破甲弹是一种秘密武器，因此这种炮弹并没有大规模的装备给前线部队。所以历史中的德军在遭遇 KV-2 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，只能通过巨大的伤亡来围困 KV-2，直至这台怪物消耗完所有的弹药为止。可能正是因为 KV 系列坦克让德军在初期得了 PTSD 的原因，后来的德国人就是不顾各种故障率，也要疯狂的去整重型坦克，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重坦才能打败重坦。若是当时的人们早一点意识到破甲弹的优点，后来发生的战争还是会像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样子吗？好了，我们今天的看个乐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还请多多3连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